Action！ 哇塞，这也太大了！该演员信念感不行，这边演戏的哇塞明显没有真情实感。就这样吧，不为难他了。我们很满意这次布拉格之旅的酒店，充足的光线让人心情好好，而且酒店有自己的停车库，这个大阳台看上去也很棒，可以在这晒太阳。还有个设施齐全的厨房。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找酒店首先看卫生间？这个卫生间宽敞明亮，我太满意了。布拉格的路是真的有些不好开，我仿佛在开拖拉机。小歪，行走在这样的路上，我心疼。我心疼，这个路太破了。我们好像不管去哪里，第一顿肯定要吃中餐。肚丝儿不太新鲜的感觉，酸菜鱼还不错，炸大肠一口还行，越吃越腻。煎饺皮厚，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，但我们也都吃完了。打包了没吃完的米饭，配上超市买的小葱、鸡蛋和培根，第二天的早饭妥了。吃饱出门。第一站，军团大桥。军团大桥对面就是鼎鼎大名的查理大桥。我们下去那个岛看看。原来周董在《爱情废柴》里走了800回的地儿是这样。他在岛上走，在军团大桥上走，在雪地里落寞地坐着看一对天鹅。嘿，你俩见过周杰伦吗？除了赏鹅，我们又看了好久的海狸鼠，但完全不敢像这群小女孩一样去逗它们。看到这个雕塑，你是不是觉得很诡异？这些婴儿雕塑没有脸，取而代之的是条形码，象征诱人但又有些可怕的技术进步。我看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我就想问，爱大于恨，沉重于尾，去哪儿了？来过，拜拜。午饭吃这家某红书上的人气 star， 顾名思义是吃猪肉的。它的位置很厉害，出门就是查理大桥。我点了这个招牌大猪肘子，这个拔刀动作似曾相识啊！大猪肘子的皮很脆，但肉我只能就着这个芥末味的东西吃。老王点的猪排也很一般，配的面包倒很好吃，啤酒好苦不好喝。事已至此，对于他们的海报宣传语好吃到让你跪倒的猪肘，我只想说退钱。我们这次的布拉格之旅除了吃就是逛，这边是城堡区，前面是老城区，查理大桥把它俩连接了起来，所以不需要特意打卡，因为你一定会在布拉格和它不期而遇。朋友们，这一幕真的是美得不像话，美得像一幅画，手机根本没法还原它的美貌，但还是忍不住记录下来。小鸽子啊，你不要跳楼啊，不要想不开啊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教生死相许。就这样，查理大桥逛完了。我们两个旅行废柴在星巴克坐了2个小时后，终于要去追寻布拉格广场和许愿池了。什么声音？不就是使徒吗？使徒行者，你在你的广场宝贝，这就是布拉格的广场吗？有广场的吗？不骗我。但它名字叫做老城广场。它就是布拉格的广场。是的。不行了。多少许愿池？没有许愿池。谁跟你讲有啊？蔡依林跟你讲有是吗？我们现在给我讲。好的，我们去找找有没有许愿池啊。好的。自然丝没有许愿池的，用这个代替还好呢。在哈维尔集市买了2个冰箱贴之后，看到一个人挂在那儿。老哥，这很危险耶！你怎么还插着兜呢？那年我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。刚才从这边走过来，竟然没看到他，还以为他下班了。抬起头，否则你将错过我。除了插兜哥，我们还看了卡夫卡的旋转头像。如果你对这个雕塑有兴趣，可以整点去看，每次旋转持续15分钟。还有这位雨伞哥，坚持一会儿，警察马上就到了。和这个官方名叫跳舞的房子的有趣建筑。宝宝，这个房子好像你抱我呀。天色不早，又该吃饭了。去餐厅的路上又经过老城广场，夕阳加持，号称魔鬼教堂的泰恩教堂看上去都没那么冷酷了。
这家好难吃，高情商不符合我们的口味，低情商就完全不好吃啊！尤其是这个招牌炸鸡，我们配着这个小白萝卜也只吃了3块就不行了，把这娃吃自闭了。我对天发誓，我再也不去小红书上火的餐厅了。吃鸭子。不好意思，这家店也是从小红书上看来的。我们点了个鸭腿和牛肉，总体来说不错。鸭腿有小茴香的加持，很香，也是第一次吃牛肉搭配莓果酱。但我最推荐的还是这个 fancy 的柠檬水。竟然是真书！这个旋转书架无底洞厉害了，怂包如我只敢探出去这么点脑袋。虽然知道是镜子效果，但就是很怕啊。你好啊，甜甜圈云。我买的城堡门票包含4个景点，分别是旧皇宫、圣乔治大殿、黄金巷和眼前这个黑压压的大家伙——圣维特主教堂。它是布拉格城堡中最壮观的一个建筑，前身是一座建于公元925年的罗马式圆形建筑，在1060年扩建为罗曼式教堂。1344年，查理4世下令在原教堂基础上建造一座哥特式教堂。于20世纪初，历经1000年，才有了我们眼前这座宏伟的哥特式教堂。在现场盯着那个尖尖看，就感觉整座教堂一直往下坠。你能感受到吗？走进教堂，首先被这个穹顶吸引。这种交叉肋拱设计就像伞骨一样支撑着教堂，在视觉上也更加宏伟。我去的时候是个大晴天，阳光透过这些彩色玻璃照进教堂内，更添庄严之感。这个超美的大圆窗就是玫瑰花窗，它有27000多块玻璃制成，就是教堂外的这扇圆窗。每个礼拜堂都有彩色玻璃，大多描绘的是圣经里的故事。因为我对圣经故事一无所知，只能抱着欣赏艺术品的心态参观。圣维特主教堂不仅是历代君王的加冕场所，也是皇家墓穴。走出圣维特主教堂，眼前这片建筑就是旧皇宫，看上去很气派哈。和刚才圣维特主教堂一对比，这个皇宫显得黯然失色，整体透露出2个字：朴素。而且可参观的区域很少。看到禁止拍照的牌子，赶紧把手机放下了。剪辑视察资料看到有人说进旧皇宫需要买拍照票才能拍照，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信息，接下来去参观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哦。我现在走的路叫骑士阶梯，骑士从这条路骑马进入旧皇宫大厅参加比武大赛。走完这条路，你将收获无限勇气。耶！拜拜。圣乔治大殿，我来了。圣乔治大殿是布拉格城堡区现存最古老的教堂，这个穹顶装饰这么完整，应该是后期画的吧？它的邻居斑驳多了，我一定是刚才骑士阶梯走入魔了。我竟然在想，这里会冒出个公主对我 say hi。门票的最后一站，黄金巷。
我现在在著名的22号房，因为卡夫卡在这住过，现在是一个卖纪念品的小店。黄金巷的屋子都超矮的，几乎都是商店，感觉没啥好逛的。城堡外有一家号称全球最美的星巴克，景色的确很不错啦。小老王在这打了一下午的游戏。被猛红书推荐餐厅接连打击后，我决定自己找餐厅。这家越南餐厅可以说是这几天最好吃的一家，这个小食拼盘每个都又新鲜又好吃。我尤其喜欢这个烤贻贝，吃精光。2碗粉不夸张，朋友们，我真的想移民越南，天天吃否。每每此刻就忍不住感慨，有饭搭子真好呀，可以换着吃。吃完晚饭，怎么可以不来个当地传统小吃烟囱冰淇淋呢？不吃怎么知道这么难吃呢？叮当叮当，叮当叮当叮叮当，晚安喽！面都是落下了吧？临走前吃一顿小面，